讓我們把這座燈塔化為一個海邊的故事，它會自己照亮一切。這個故事是描述燈塔、老漁夫與少年之間的事情。第一部，看不見的基石四聖地。很久以前，有個叫迷霧灣的漁村，這裡漁產豐富，但天氣變幻莫測，海上時常突起風暴，許多漁夫興沖沖出海，卻再也沒回來，留下許多悲傷的家人。村裡最老的漁夫，大家都叫他智慧老翁，他總能平安歸來，臉上帶着平靜。村裡的少年阿明好奇地問他秘訣，老翁沒說話，帶他走到一處面海的斷崖。孩子，你看到什麼？阿明說，看到海，有時平靜，有时可怕。這就是苦地。老翁說，海的本質就是无常，有豐收，也有风暴。承認它會吞沒人，你才會認真對待。那為什麼有人會被吞沒？阿明問。老翁說，因為貪心極地，看到魚群就忘了看天，想一次撈完全海的魚。也因為恐懼極地，風一來就慌得亂了手腳，把船划向礁石。那怎麼辦？阿明急問。老翁指向遠方一座小小的堅固的石塔基座，它牢牢扎在岩石裡。那是我的燈塔地基，我花了一生明白，唯一的活路是在上面建一座燈塔，滅地並點亮它到地。第二步，建造塔身，投資紀律。阿明問，燈塔怎麼建？老翁說，明天起你跟我出海，燈塔不是一天建成的。於是阿明開始學習老翁的航海紀律，出海前檢查清單，正雨正夜，繩索、帆、淡水、羅盤一樣不能少，就像投資前檢查，資金、標的、風險一項不馬虎，絕不滿載，正命，船裝7分滿，留下空間應對風浪，就像投資絕不用盡槓桿，固定時間返航，正定，無論有沒有捕到魚，日落前必須回港，就像投資設定停利停損點，時間到了就執行，風暴預演，正念，天氣一變，立刻按照步驟收帆，固定貨物，朝安全方向航行，就像市場波動時，按計劃調整部位，不憑感覺亂操作，日復一日。這些紀律就像一塊塊磚石，砌成了燈塔高聳而堅固的塔身，它不隨天氣改變，是海上的定心針。第三步，點亮塔燈，知識乘以經驗乘以緣分乘以認知。塔身建成那天，阿明問，現在我們點燈嗎？老翁搖頭，燈早就在你心裡，但需要4樣東西匯聚才能把它點亮，放到塔頂去照亮大海。他解釋道，知識、地圖與星象。老翁教阿明看海圖，識洋流，觀星象，這是知道有什麼魚在哪裡，沒有它你就是瞎闖。經驗，手上的老繭，阿明第一次獨自掌舵時差點被側浪打翻，老翁沒幫他，只是喊，感受浪的力道，順勢而為。那次之後，阿明手上起了繭，心裡有了譜，這是知道風浪打在身上的感覺，認知，羅盤在心。有一天，濃霧彌漫，星象儀和海圖都失效了，阿明很慌。老翁說，閉上眼，回想洋流的聲音，風的味道，你手掌感覺到細微的水流變化。阿明靜下心，將知識與經驗融合成一種直覺，竟慢慢把船划回了港。這內化的直覺就是認知，屬於你自己的導航系統。緣分，那陣及時的東風，最重要的那次豐收，是因為阿明在正確的時間，緣分遇到了一群因暖流緣分而來的鮪魚群。這不是他能創造的，但他因為前3者的準備，正好在了那裡。終章，燈塔之光。多年後，老翁離去，阿明成了新的智慧漁夫。他站在自己建好的燈塔上，塔基4聖地深深扎入岩盤，讓他明白海洋的真相與目標。塔身紀律堅不可摧，讓他在任何風暴中都有依循的步驟。而塔頂的光芒，則是他畢生積累的知識、經驗、認知
與對緣分的感恩共同點亮的那光芒，不僅照亮他自己的航路，也為整個迷霧灣的漁民指引方向。他常對年輕的漁夫說：記住，最堅固的塔基往往看不見四聖地的智慧，沒有塔身的紀律，再亮的光也無處安放，而塔頂的光是你用一生的學習、感受、思考和一點運氣親手點燃的。從此，迷霧灣的漁夫們雖然仍敬畏大海，但心中有了光，不再迷航。故事的總結：如何建造你的投資燈塔？看不見的塔基，堅固的塔身與不滅的燈。四聖地，塔基是老漁夫傳下的關於大海真相的智慧，沒有它，你會在海中央才發現自己無處立足。投資紀律，塔身是阿明一塊塊砌起來的磚石，沒有它，所有的知識和運氣都會被風吹散。知識乘以經驗乘以認知乘以緣分。塔燈是阿明最後點亮的那盞燈，它需要燃料，知識需要點火石，經驗需要防風罩，認知還需要點火的那一剎那，緣分。三者合一才是完整的燈塔，才能在市場的無常大海中照亮你的財富與心安之路。意思就是在市場的無常之海上，這是一位老漁夫的航行心法，於無常中建造恆常。投資是建造一座內在的燈塔，塔基、塔身、塔燈，以四聖地為基，以紀律為身，以知行與因緣為光。第一層，看見四聖地，認清市場與自我的真相。第二層，紀律八正道，建立穿越波動的系統。第三層，光芒知行緣，匯聚照亮前路的因緣。這是穩定獲利的智慧燈塔。